虽然现在气氛很好，但我姑且还是问一下，为什么灯现在反而成了不敢靠近我们的人？对他来说，我们现在仍然是不受欢迎的客人吧，甚至称得上去而复返的威胁。如果是那样，按照之前的经验来看，现在我们应该正被枪指着才对。看来在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，事情的确有了新的变化。松雀，嗨，虽说麻烦了些，但师傅他老人家都出山了，这档子事儿早晚也就过去了。东姐也犯不上再难为咱们，大家伙儿都和咱一样好客，要不是得先忙着，一准儿亲自来招待各位呢。我反而觉得你招待的太多了。不过，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？不是有廊丘石乐吗？按你的计划，这应该也才刚开始。嘿嘿，各位就瞧好吧，今儿个的行程咱缝缝补补了100来年，扎实着呢。走之前保准各位把琥珀街的方方面面全都见识个遍，根本就不用再来第二遭。懂了，抢救性考古发掘。这比起见证历史，我们还是更像在领略异国他乡的风物吧。至少在松雀面前，我并没有什么未来人的优势。得，真要这么说下去，咱可真得露怯了。不如大家先去吃些点心，歇歇脚，怎么样？旁边这家老字号100多年咱都没吃腻，总归是有两下子。自豪，难不成？我倒是无所谓，不过某些人应该一直在等这句话吧。哟，看来都是客随主便呐。好嘞，来，这边。哎，这也没到过节的时候啊。什么有的？是他呀？难不成出发了？哎呀，这不是……啊，大师，您这是……咱随便走走，犯不着那么讲排场。倒是你，之前给你透露的那些消息，就用来干这个了？哦，是他。这不是全仰仗您的提点吗？几位数既然……松雀大师，要不等方便的时候咱们再聊。得，用不着遮遮掩掩，这都是咱的朋友，就连咱自己都知无不言呢。之前咱还寻思你是不是要开家新店，但细看看，这是要办什么集市不成？今天晚上这么热闹，原来根子是在你这儿呀。这个呀，您也看见了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不过在下倒确实想让琥珀街看着更喜庆些。虽说没到什么节日，可对咱们廊丘来说，还能有比几位数回来更大的事儿吗？再者说，看着琥珀街热热闹闹，人们安居乐业，他们想必也会很高兴吧。哼，我就知道。哦，倒是挺会拍马屁的。在下这是心思细腻。况且虽说在松雀大师面前有些班门弄斧，
但咱们廊丘的街坊们早就过惯了平常的危机，不太懂庆典的门道，也只能由在下抛头露面了。到了庆典正式开始的那时候啊，松雀大师千万也要赏光，在其他树面前帮在下美言几句啊。到时候成，咱向来喜欢烟火气，只要赶得上，就算没人请那也得来呀。不过你先忙着吧，咱这儿还有顶要紧的事儿呢。到了，竟然没人排着，还真是运气不错呢。先等咱一会儿，一点心意马上就给大家置办好。虽说之前就有预感，不过还真是那家在欧夏也仍然存在的老字号吗？这样说来，来了，嘿嘿，多亏咱提前打了招呼，不然这个点儿一准吃不上新鲜出炉的了。虽说是老牌子，但这么多年了，可没少推陈出新。他们家最近琢磨出的新糕点，咱一早就想来尝尝了。唉，要不是身子最近重了些。懂了，你不想只有自己会胖。这么说也成，但咱以前苦日子过惯了，总爱吃些油酥酥的点心。这么说来，赫利亚那份也给我吧，他总是念叨着体质什么的，得多体谅一下他，就把他和决疑分到一组吧。喂，克拉丽，我也不是什么时候都那样说吧。很抱歉，事实上如果有需要，我也可以表现出进食的技能，并不需要特意对我进行分类。不过看起来倒的确和欧夏不太一样，气味也有些别致。应该说完全不同，即使只是在细节上调整，但100多年后的差异看来比我想象中要更大。嗨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呀，再尝尝别的，以后你可就吃不着啦，咱特意一样拿了一点儿。不过说到这个，虽然是为了彻底解决欧夏的离恶石像，但两个世界的确无法再重新连通了吗？谁知道呢？嗨，说不准再过个100年，师傅他们兴许能找到标本兼治的法子。哎，这么想想，许梦者，在你走之前，咱还有事相求呢。我？是呀。你看啊，咱多少也算个名人，在琥珀街想带着朋友到处走走，还得换身衣服才不怕别人认出来。听你陈学姐之前说，在欧夏咱也是挺出名的。的确，只要稍有学识的人，多少都听说过你的名字。虽说存在于记载中的你，实在是有些不一样。对啦，咱最怕的就是这个。现在你也亲眼见着人了，能不能，帮咱如实道来？当然，这也算是陈学姐布置给我的作业之一。就算你不这样说，我也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。所以咱说是如实道来嘛。他是说让你添油加醋，给他再造一份野史。嘘，倒也没那么夸张吧。再怎么说青史留名，谁不想自己有个好名声啊？都说树活一层皮，人活一口气，面子啊，那可是天大的事儿。咱多少也算走江湖的，那叫饿死事儿小，没面子事儿大，懂吗？可是欧夏关于你的记载已经够夸张了，这样你还是不满意吗？那些呀，乍一看倒是挺像那么回事儿，但仔细想想，压根儿就是另一个人嘛，总觉得没什么灵魂。你看呐，咱们也认识这么久了，其实我根本不怎么会骗人呀，你们应该也瞧得出来。
总而言之，许梦者，在欧夏人得是什么样子才讨人喜欢啊？这恐怕很难给出定论吧。而且你刚才说没什么灵魂，我还以为你是希望后人对你的认知更加准确，但其实是想向着自己想要的方向进行调整吗？那个，你看，我还是很好面子的嘛。只不过每个人对所谓面子也都有自己的品味。好像没说太清楚，不过你明白意思就好，嘿嘿。但就算这么说，讨人喜欢也的确是个很难量化的标准。啊，好像越扯越远了。哎呀，其实咱说那么多，就是想替你们来一句，你现在就已经够讨人喜欢了。哼，看来你确实不怎么会骗人。不过，我们差不多也该去其他地方了吧？我还想看看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玩，考察一下。哼，放100个心吧。怎么说也是咱待了100多年的地儿，哪能这么容易就逛遍呢？走了走了，希娜。好啊好啊，接下来去哪儿？希娜，你这是……怎么都这副表情呀？我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？怎么啦？这是……希娜，绝，快来搭把手！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就……绝姨，难不成希娜也和许梦者之前一样，招惹上了石像？恐怕并非如此。倘若与廊桥的影子有关，即使不经过我的确认，你自己也能够轻松察觉。这种纹路，许梦者，对于从数据之海中凭空诞生的人来说，这应该不是什么通病吧？不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状况。克拉丽，你也注意到了吗？虽然可能性不算大，这倒很像所谓崩坏病会出现的纹路。可如果这样说，难道地球和火星……还是先不讨论这个了。绝有什么好办法吗？还是说，我们更应该立刻把他带回欧夏？抱歉，我甚至难以知晓症结。最初向你进行自我介绍时，我已经说过，我的无所不能并不包含廊丘以外的造物。当然，考虑到事态紧急，如果各位需要请求帮助，我当然也可以暂时放下等价交换的原则，尽力提供一些便利。便利？对对对，绝姨，快带咱们去找师傅。什么病也好，石像也罢，他老人家一定有法子。师傅，仔细想想，灯在第一次见到白吉的时候，似乎也……既然没什么别的办法，
我们就抓紧时间吧，也说不定情况根本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呢。如果你们达成了一致，就带上那位小姑娘到这边来吧。不过，考虑到白吉所拥有的力量，或许我能提供的帮助也非常有限。爵爷，这师傅他老人家呢？这就是我刚才提到过的有限的帮助。事实上，以白吉所掌握的力量，在狼丘内部，他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无所不在。爵爷，这种时候你怎么还……可是，应该没有什么事，能比现在的情况更让松雀姐姐感到痛苦吧？松雀姐姐？那是瑟利姆的声音。瑟利姆小姐的情况并不重要，考虑到狼丘正在发生的事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找到了1位数，也就能够找到所有的数。白吉应该就在附近。无论如何，有限的帮助也是帮助。但为什么你不会有类似的经历呢？我恐怕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吧，偏偏仅有虚验的果报，限于开端，而非终结。我还是听不懂。但也就是说，现在也还没有过去，对吧？